宋爷爷抱着瑞宝回家的样子，无数姨姨在窗外举着手机或相机，对宋爷爷进行着拍摄。这个排面不亚于明星走红毯的样子，而区别则是宋爷爷这样的排面天天都有。姨姨要是能抱着双胞胎在人群里走一圈，也算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。而对于双胞胎什么时间去室外玩耍，宋爷爷最近也做了回复，要等到下个月福宝开始隔离后，到时便开始为双胞胎做去往室外玩耍的准备。후바오가 돌아가게 중국으로 이동하기 전에 내실에서 건강하게 생활을 하는 시기가 될 텐데요. 나중에 그 시기가 되면 宋爷爷表示，现在双胞胎在室内园区玩耍的水平已经达到了飞来飞去的水准。 이미 실내방 사장을 아주 잘 적응을 마쳤거든요. 아주 자신감이 넘치고요. 거의 실내방 사장을 날아다니는 수준입니다. 就如宋爷爷所说，这周双胞胎在室内园区可谓是调皮得很。例如，爷爷看到瑞宝从独木桥上给自己摔了下来，忍不住笑了2声，结果便惹到了瑞宝，追着爷爷就要教育爷爷。 아이고, 로이, 아 미안해 크게 웃어서. 아니야, 아 미안. 아 정말 미안해. 아 미안하다고 사과하잖아. 하지 마. 江爷爷看到瑞宝消气了，便想问瑞宝是不是因为刚才笑你掉下来，所以生气了。瑞宝听到了爷爷的询问，又生气了，表示爷爷明明知道还要问。瑞宝表示这次自己真的忍不了了，追上爷爷就要打爷爷。 하지마 할아버지한테 그런 거 아니야. 칼로이스. 로이야 너 칼로이스 같아. 엄청 골랐어. 这2步路给爷爷撵得气喘吁吁的。一会儿，瑞宝爬小亭子时挨了辉宝一巴掌，于是瑞宝又将心里的气撒向了爷爷。 왜 후이한테 그러는데? 후이가 그랬는데 할아버지한테 화 부르냐고. 후이가 그랬잖아. 今天瑞宝和辉宝好像互换了灵魂，瑞宝给爷爷追了一整天，而辉宝则乖乖的在园区安静了一天。爷爷有点不适应，问辉宝今天怎么这么乖了。辉宝表示今天自己是清纯公主的形象。福宝正撅着个屁股给游客们表演产青团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福宝送竹子，顺便给福宝清理青团。但福宝此时有点不配合，还想赶爷爷走。爷爷拿出了秘密武器，是一块胡萝卜。 爷爷引诱福宝从滑梯平台上下来，这样爷爷就有机会去打扫福宝的青团了。爷爷先用一大堆竹子吸引福宝的注意力，谁知福宝撅起屁股就在竹子上拉了起来。看来福宝早上在室内吃的有点多了。福宝拉完，爷爷立马进行清理，害怕晚了这堆竹子，福宝就不吃了。爷爷还拍了福宝铲完青团后的样子，留作纪念。爷爷拿来清理青团的工具，打算清理一下福宝枕边的青团，结果福宝一个转身给青团藏了起来。 之后，爷爷想动作再快一点，结果福宝的动作比爷爷还快，连爷爷的扫帚都给压住了。福宝这个不爱干净的样子，乐宝看到了都不能承认这是自己的女儿。好在这次福宝手上的竹子掉在了地下，爷爷趁福宝去拿新竹子时，给青团扫在了地上。爷爷一边扫青团，福宝还趴在小木床上张望。福宝起身，爷爷立马给福宝清理背上的青团残渣，但不小心给福宝吓了一跳。 福宝瞬间有了小情绪，想去追爷爷，奈何爷爷跑得太快了。福宝将脾气发泄到了竹子上，气得福宝没了胃口。之后，福宝又蹲在树干上拉了一会儿青团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福宝的爸爸乐宝也正展示着迷之操作。只见乐宝双脚跨在爷爷的门上拉了一泡尿，可能是因为早上爷爷做了自己的吊床，乐宝有点记仇了吧。福宝吃着爷爷放在独木桥上的胡萝卜，心里美滋滋的。 结果福宝屁股往后一坐，一下坐空了。好在福宝反应快，立马用手抓住了独木桥，但这也没让福宝逃过摔下去的风险。一个屁股蹲，重重落地。可能福宝吃到胡萝卜时忘记自己是在独木桥上了。不过福宝虽然摔下来了，但胡萝卜福宝却依旧死死咬在嘴里。看福宝仔细品尝嘴里胡萝卜的样子，像是在说小问题不用大惊小怪。一会儿福宝再次爬上树，有了第一次的前车之鉴。福宝这次明显长心眼了。 福宝这次改成了匍匐前进，牢牢趴在树上，然后后脚蹬，前爪爬。而就在福宝拿到胡萝卜的那一刻，胡萝卜就掉了下去。一会儿，将爷爷来到福宝身边，爷爷看到福宝刚才从树上摔下来，心疼不已，还给福宝带了大块的胡萝卜。爷爷摸着福宝的小脑袋，问福宝有没有事。福宝表示爷爷不用担心。福宝乖乖爬下滑梯，来到爷爷身边，还给爷爷表演了一个侧身躺。
看样子福宝确实一点事儿没有，或许刚才可能还感觉很好玩。两个爷爷此时正在室内照顾坐月子的爱宝，今天则是福宝的姨姨来给福宝送竹子。姨姨将新的竹子放置在了福宝的躺椅上，然后来到小亭子上给福宝收拾吃剩的竹子。姨姨将小亭子上的碎竹子全部扫在了地下，这样方便打扫。姨姨将地上的竹子进行收拾，然后将其扛了出去。一会儿，姨姨再次返回，又给福宝扛了一捧新竹子，这次还给福宝带了小零食。小躺椅和小亭子上一边一块儿，这样福宝吃到小零食时会更满足。竹子放好后，姨姨回去拿工具，给福宝的青团再进行清理。全部忙完后，福宝从门里走了出来。福宝出门后，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，拿起刚才姨姨放的窝头就吃。每次窝头吃完，福宝都会舔一下掉在自己肚肚上的食物残渣。窝头吃完，福宝便又拿起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。而这2天的天气稍微有些凉爽，所以福宝心情明显也好了很多。姨姨帮福宝收拾完园区后，又立马来到了乐宝园区，打扫乐宝园区的卫生。同样的，姨姨先对竹子进行收拾，之后再给乐宝将新的竹子搬来。而且乐宝的窝头永远是最大的，毕竟以前乐宝自己养活一家3口，现在可是要养一家5口了，吃多点也是应该的。姨姨打扫完园区后，通道门打开，乐宝走了进来。乐宝来到园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小木床上产青团。看来乐宝刚才在室内已经憋了好久了。江爷爷今天分享了双胞胎熊猫宝宝出生1周后的感受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，自从2个熊猫宝宝出生以来，2个爷爷因为一直忙于照顾2个熊猫宝宝，相对于平时时，对于福宝肯定少了一些照顾，所以江爷爷最近发现福宝身上有了醋意。这时爷爷来到福宝房间，发现福宝的房间像是发了大水。爷爷表示，看样子福宝昨晚应该是发飙了。爷爷喊福宝过来，问福宝是什么使你发了这么大火。爷爷问福宝，是因为自己最近一直忙着照顾妈妈，忽略了福宝，所以福宝不开心了吗？爷爷表示自己也很难过，因为自己只有一个身体。爷爷给福宝做着贴心按摩，一边对福宝说着暖心的话，表示自己对福宝和妈妈的爱是一样的。福宝听着爷爷的甜言蜜语，福宝的心情也有了缓和。将福宝哄好后，爷爷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首先是来到爱宝身边取奶，爷爷手里绿色的液体便是爱宝的母乳。爷爷表示，过一会儿奶水就会变成白色。之后爷爷来到孵化室，来给熊猫宝宝喂奶。看熊猫宝宝这微笑唇，真是神似江爷爷。饲养员拿过奶瓶，耐心地为熊猫宝宝进行着喂食。喂食完，饲养员会在帮助熊猫宝宝排便。只见饲养员轻拍熊猫幼崽的小肚肚，屁股里就流出了黄色的液体。给熊猫宝宝处理完需求后，爷爷给熊猫宝宝盖上小被子，让其安心睡眠。爷爷则去给熊猫宝宝洗奶瓶。之后爷爷来到了爱宝身边，来给爱宝喂食。爷爷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叶一根一根递给爱宝。爷爷一边喂食爱宝，一边夸爱宝是大熊猫界最棒的妈妈。而爱宝在爷爷身边的样子，就像是人类的小孩在等待爸爸喂饭。当爱宝吃饱了或者不想吃了时，还会伸出手阻挡着爷爷，表示自己不吃了或吃饱了。而饲养员们怕爱宝照顾不过来2个熊猫幼崽，所以一直都是饲养员们带一个，爱宝自己带一个，然后每隔段时间爷爷会再将2个熊猫幼崽进行调换。爷爷为了弥补自己前2天对福宝的忽视，今天爷爷趁福宝上班时来到园区来陪福宝，还特意带了窝头，还将竹子放置在了福宝身边。看福宝这惊恐的小眼神，心想爷爷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好了。爷爷表示，当然是爷爷最爱福宝呀。爷爷回来时发现爱宝此时正在惬意的睡觉，爷爷没有打扰爱宝，想让爱宝多睡一会儿。爷爷最后来到了自己宝贝女婿的房间，作为熊猫界的神枪手，作为提升了韩国出生率的男神乐宝，爷爷表示乐宝永远都是积极快乐的象征，也是让爷爷最省心的大熊猫。爷爷在乐宝身边讲述着爱宝和福宝近期的事情，乐宝则是很乖巧的隔着栅栏跟爷爷蹭来蹭去。早上将爷爷来到园区为福宝放置竹子，此时一切都正常，直到通道门打开，福宝迟迟没有出来。爷爷走进通道门去叫福宝，福宝被爷爷哄出来后，爷爷却跑走了。福宝出来后看到没有爷爷了，立马掉头想回家。爷爷眼疾手快将门关上了。福宝表示今天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。福宝心不甘情不愿的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心里还是放不下通道的门。福宝站在小亭子上，含情脉脉地望着通道门。好在小亭子上有一块窝头，福宝坐下来安静地吃了会儿窝头。福宝被窝头打开胃口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抱着身旁的竹子吃了个精光。吃累了，福宝就躺下，然后继续吃。吃了一会儿，不知道福宝想到了什么，又来到了门口，躺在门后，想让爷爷放自己回家。福宝表示不让自己回家，今天自己就躺着不起了。
福宝就这样在门口不断的等着。福宝等了好久好久，一会儿福宝还在小树旁施了个肥，施肥完又继续在门口等。看样子福宝今天势必要让爷爷给自己提前下班。看福宝用手扒门的这个劲儿，如果门不是自动的，福宝一定会学会开门。而爷爷最终也没有妥协，福宝无奈只能在园区多闲逛一会儿。爱宝正坐在员工门口，喊奶爸出来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而一旁的辉宝则又在欺负南天宝。今天中午时，爱宝掐着点走向通道门口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自己下班回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和辉宝姐妹俩分隔两地，一个在小亭子上，一个在小滑梯上。辉宝听到妈妈喊爷爷的声音后，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但是又没有完全醒。辉宝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下，给自己卡进了树缝里。爱宝在通道门前转了一圈，没有看到开门，于是便又走了回来。爱宝走到小亭子上，给辉宝叼了下来。爱宝现在最会拿捏两个爷爷了，知道奶爸疼爱自己的宝贝孙女，所以爱宝下班点看不到奶爸给自己开门，就拿一个女儿过来当熊志，表示奶爸不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可要揍你宝贝孙女了。不过往往挨揍的都是辉宝。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前，给奶爸下最后的通知，表示再不开门，自己真的要动手了。而辉宝一脸懵的坐在南天宝旁边，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妈妈和爷爷之间谈判的工具。果然爱宝的这一招是管用的，很快爷爷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爱宝抛下姐妹俩独自离开，而瑞宝从始至终都在小滑梯上睡觉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和其没有关系。而与此同时，福宝也出门营业了，此时正在室外园区散步。福宝围着园区走来走去，感受着室外园区新鲜的空气。随着福宝回国的日子将要来临，对韩国的姨姨们来说，见福宝的机会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不过等福宝回国后，也欢迎韩国的姨姨们来中国看福宝。最近爷爷们一直都在值夜班，晚上通宵陪伴着爱宝，所以白天大家很少会看到爷爷出现，因为白天爷爷们需要休息补觉。今天爷爷来给福宝一家做检查，为了不让福宝有紧张感，所以每次爷爷在给福宝做检查时都会陪福宝玩一会儿。由此可见，每次做检查时，福宝一家非但不会抗拒，而且还会早早的坐在栅栏前等着爷爷。看完福宝后，爷爷来到爱宝的房间，这时是爷爷刚为爱宝打扫了房间，还放了许多鲜嫩的竹笋。但爱宝最近的食欲一直不是很稳定，爱宝面对眼前的竹笋丝毫没有想吃的意向。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哄着爱宝，让爱宝出来吃点东西。不知是爷爷的劝说劝动了爱宝，还是爱宝碰巧饿了。爱宝坐在爷爷旁边，跟爷爷打了个招呼后，便走到了竹笋旁，细嚼慢咽的吃了起来。爷爷看到爱宝开始吃东西后，内心很是开心，而且为了爱宝方便，爷爷特意拿来了小碗给爱宝喂水。下午福宝下班回来了，爷爷来到福宝的房间，问福宝今天过得怎么样。看福宝惬意的吃竹笋的样子，应该是不错，而且还很开心。看完福宝后，爷爷来到乐宝的房间，乐宝听到爷爷的声音，立马站起来和爷爷玩。看乐宝看到爷爷的状态，应该是很想念爷爷，不过乐宝这牙齿看着越来越黄了。宋爷爷在福宝回家休息的功夫，来到园区为福宝打扫上午在园区里产生的垃圾。打扫完垃圾后，宋爷爷搬来了新的竹子，以及一个爷爷刚制作好的冰镇竹饮。宋爷爷觉得竹筒有点大了，直接放进去的话，福宝就拿不出来了。宋爷爷拿来一个小锯子，将竹筒切割下来一块。宋爷爷将竹筒里面擦拭干净，然后将冰镇竹饮放了进去，这样静等福宝的到来就好了。福宝休息完来到园区，发现小亭子上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福宝便直接来到了躺椅上，刚爬上躺椅便闻到了窝头的味道。福宝坐在躺椅上去够窝头，一不小心窝头掉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乖巧的弯下腰去捡，而宋爷爷则在一旁给福宝录着吃东西时的可爱样子。福宝吃完窝头后，在躺椅上找寻着其他的小零食。就在福宝心想爷爷今天给的零食怎么这么少时，福宝发现了冰镇竹饮。福宝咬住竹子吸管，将冰镇竹饮提了出来。原来爷爷将另一部分小零食都冻在了冰镇竹饮里了。福宝坐在躺椅上不断啃咬着冰镇竹饮，但最后福宝的下巴都啃累了，福宝也没吃上放在里面的小零食。不过冰镇竹饮也给福宝带来了些许凉爽，让福宝之后在吃竹子时都凉爽了很多。又有韩国明星来看福宝了，有意义认识将爷爷旁边的这个明星是谁吗？此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吃着竹笋，福宝特有的粉色皮肤显得福宝身上脏兮兮的，不过这也是分辨我们福宝的一大特征。福宝早上很是乖巧，而且今天天气也不算热，福宝就这样一直在小木床上乖乖吃着竹子，而江爷爷则在一旁为韩国明星讲解着福宝一家的故事。等接待完韩国明星后，
将爷爷来到室内园区，为福宝添加竹子和小零食。放置完小零食后，爷爷去叫福宝来室内，防止一会儿太阳升起后天气炎热，怕热到福宝。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后，先来到饮水盆前喝了点水，之后蹲到草丛里拉了会儿青团。福宝的青团最近都是拉在草丛里或竹子堆里，这样在野外可以防止敌人发现自己的气味。拉完青团的福宝来到了小木床上，方便完福宝感觉肚子有点空空的，所以要再吃点东西才行。福宝先是吃完自己喜欢的胡萝卜，然后再吃窝头。当所有的小零食都吃完后，福宝才会吃爷爷准备的竹子。而吃竹子也分先后，福宝一般会先吃鲜嫩的竹叶，之后再吃竹筋。而吃竹筋还可以帮助大熊猫清理牙齿。今天福宝的姨姨自己来为福宝打扫卫生，经过爷爷几天时间的带练下，姨姨也成功出师了。姨姨先是将福宝吃剩的大根竹子清理走，等姨姨回来时，顺便给福宝把新竹子搬来。然后再返回去拿福宝的小零食，以及给福宝清理青团的工具。将零食放置好后，姨姨来到小亭子上对青团进行清理。可以看得出，姨姨还是有些紧张，有些地方的垃圾没有看到。福宝休息完后，从门里走了进来。走进来的福宝没有直接去小亭子上，而是闻着姨姨的气味找寻到了门口。福宝的嗅觉很灵敏，每一个来过自己园区的人，福宝都能嗅出来。福宝确认气味没有危险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自己今天的零食。在韩国，福宝的粉丝们都叫福宝小锅巴，因为福宝身上的颜色和锅巴很像。福宝吃完手里的窝头后，还不忘舔舐一下掉落在自己身上的窝头残渣。吃完身上的窝头残渣后，福宝一回头发现自己旁边还有几片竹叶，福宝没有犹豫，直接拿起吃了起来。吃完，福宝表示味道还不错，但福宝不知道的是，这几片竹叶其实是刚才姨姨在打扫卫生时不小心落下的。福宝的小手正在给自己剔牙，刚才一口竹笋下去，福宝有点塞牙了。看福宝小手一下一下的摆弄自己的牙齿，真是有模有样的。福宝给自己剔完牙后，又惬意的吃起了竹笋。福宝在树上吃完竹笋后，来到小亭子上。福宝这时刚从树上醒来，而在福宝睡觉的过程中，爷爷们已经将福宝的竹子换成新的了。福宝先是将自己的胡萝卜给吃掉，然后再品尝窝头。今天的福宝没有挑食，胡萝卜和窝头吃的都很干净，只是竹子没有吃几口，可能是因为没几根福宝喜欢的吧。吃完小亭子上的食物后，福宝来到小躺椅上，依旧是先是吃爷爷准备的小零食。小木床上的是一根大竹笋，看福宝坐在躺椅上吃竹笋的样子，越来越有气质了，由内而外的自信与阳光，看上去既帅气又可爱。吃差不多的福宝又打算往树上爬，不过这个角度看福宝的腿怎么变短了？看福宝小脚用力的样子，像是有点够不着树了。福宝来到树上又小睡了一会儿，可能是为了打发自己无聊的时间吧。一会儿，福宝根据自己的生物钟醒来，来到树杈旁，吃了几口干枯的树叶，浅嚼了一下，然后全吐了出来，表示味道不好。福宝来到小躺椅上吃上午自己没有吃完的竹子。吃完竹子后，福宝盯上了园区的小树，因为此时下班时间已经到了，但爷爷还没有开门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，对着上面的竹子开始发现，福宝的生物钟是很准的，哪怕爷爷给自己晚下班几分钟，福宝也能感觉出来。一会儿，福宝回到家稍作休息，又出来营业。这次出来，福宝并没有被小亭子上的竹子和竹笋所吸引，看来福宝是吃饱了再出来的。福宝先是在园区逛了一圈，才来到小亭子上。看福宝隆起的小肚子，刚才在室内应该是吃了不少。福宝回家休息，姨姨来给福宝添加竹子，顺便检查了一下福宝刚才掰断的关颈竹。姨姨发现自己力气不够，无法将其彻底折断，打算回去拿工具。拿来工具后，姨姨将竹子剪断，然后再将其裁成短根的，这样方便搬走。姨姨将竹子扛走后，福宝走了进来。福宝吃了会儿竹子，不拘小节的站在了自己的竹子堆里，方便了起来，顺便还铲了2个青团，然后转身坐下继续吃。爷爷在旁边夸赞福宝最近的胃口和消化能力都很不错。福宝吃完小亭子上的竹子后，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。等吃饱喝足后，福宝来到了小躺椅上玩耍。福宝在小木床上过于惬意，一个不小心从小木床上滚了下来。福宝防止尴尬，立马打了2个滚，表示自己是故意的。之后福宝来到了妈妈的小花园，就在福宝仔细观察竹子时，爷爷将回家的门打开了，福宝便转头乖乖回家了。福宝回家后，又来了一位新的姨姨给福宝放竹子。这个姨姨之前没有见过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福宝一家马上要过生日了，所以增加的人手。一会儿福宝休息完，通道门打开了，福宝先是在门口做了个标记，之后便开心的跑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仔细嗅着小亭子上的气味，福宝好像嗅出刚才来给自己添加竹子的
不是爷爷，但并没有危险的气味。于是福宝转身坐下，开心的吃起了窝头。爷爷正在给福宝的室内园区栽种油菜花，这也可以说是福宝最后一次在韩国看到油菜花了。爷爷表示，这些油菜花比自己预计的开花时间早了20天。除此之外，这也是瑞宝和辉宝第一次看到油菜花的样子。其他饲养员们一起过来辅助江爷爷，江爷爷负责栽种，其他饲养员负责搬运。当然，乐宝的园区也不能少。江爷爷正在浇水的园区就是乐宝的室内园区。乐宝园区的油菜花往往比福宝园区的油菜花生存的更久一些，因为乐宝更成熟稳重一些，懂得欣赏。而福宝园区的油菜花多了瑞宝和辉宝后，可能花期会变得更短。江爷爷栽种好后，瑞宝和辉宝出门玩耍。瑞宝出门第一时间就被一颗油菜花踩到了身下，瑞宝成功拿下今年油菜花的首杀。瑞宝发现自己被爷爷发现了，有点尴尬，注意力转向了一旁的通风管，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除此之外，姐妹俩现在开始吃竹子了，而姐妹俩每次吃过的竹子，爷爷都会对其进行观察，以此来查看姐妹俩现在对竹子接受到了何种程度，希望姐妹俩能摆脱盆盆奶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姐妹俩单吃竹子摄入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。而此时玩耍累的瑞宝躺在了滑梯下面休息，爷爷走上前发现瑞宝是睡着了。爷爷猜到了瑞宝为什么会在这里睡觉，是因为瑞宝在睡梦中时被妈妈推下来的。瑞宝在爷爷的说话声中渐渐醒了过来，而一旁的辉宝正在独木桥上玩耍。爷爷问辉宝南天宝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可怜的南天宝一片叶子都不剩了。醒来的瑞宝此时正倚靠在滑梯上，睡意朦胧的样子很是可爱。而从这个角度去看瑞宝，瑞宝真的长大了好多，逐渐变得大只了。姐妹俩一个安静一个调皮，安静的过于安静，调皮的过于调皮。辉宝跟着爷爷跑来跑去，而瑞宝则静静的在小滑梯上看着爷俩。爷爷给辉宝引到了姐姐身边，谁知追不上爷爷的辉宝把气全撒在了姐姐身上。此时的瑞宝表示，爷爷你引他来干啥，自己这不又被揍了。辉宝直接给姐姐揍下了滑梯。下午姐妹俩下班回家，姐妹俩依偎在妈妈身边黏来黏去，瑞宝趴在妈妈身下，辉宝趴在妈妈头上，姐妹俩分地明确。一会儿到了姐妹俩吃下午茶的时间，爱宝为了姐妹俩吃得舒服，爱宝坐了起来。爱宝对姐妹俩的爱都体现在了细节里面。吃完奶，爷爷给姐妹俩送来了竹子，又让姐妹俩吃了点竹子。姐妹俩早点接受竹子，可以让爱宝提前摆脱喂奶的痛苦。今天是爱宝的10岁生日，但由于此时爱宝正在室内坐月子养身体，无法和爱宝一起庆祝生日，但相信爷爷们也不会少了爱宝的仪式感的。而爱宝顺利生产了一对双胞胎，或许这就是爱宝给粉丝们的礼物吧。而姨姨们还记得爱宝去年生日的时候吗？去年早上，爷爷们和圣熙阿姨一大早就来到园区为爱宝准备生日蛋糕，还在小木床上给爱宝挂了生日快乐的标语。两个爷爷还拿着爱宝的插花，幸福的在小木床上拍了张合影。拍完照后，爷爷们又抓紧为爱宝布置蛋糕。蛋糕布置完后，爷爷将通往室外的门打开。爱宝走进来，先是看到小亭子上没有食物，转头发现了在小木床上的蛋糕。爱宝走到蛋糕旁，先是仔细闻了一圈，看看有没有危险。在爱宝发现上面的气味都是爷爷和姨姨的后，爱宝这才放心的吃了起来。爱宝先将爷爷放置的2个大竹笋给吃掉，之后又来到蛋糕的前方，看到了爷爷用胡萝卜充当的生日蜡烛。爱宝一口一个吃得很是过瘾。萝卜吃完后，爱宝还站起来检查了一下，怕自己有遗漏的。之后爱宝确认没有后，便乖乖吃起了竹子。但爱宝时不时就会站起来看一下蛋糕中间，有时还会上手去拿取。爱宝的这个动作引起了爷爷的注意。一会儿爱宝吃完离开，爷爷走了过来，爷爷以为有胡萝卜掉在了里面，过来给爱宝检查。爷爷将刚才插胡萝卜的竹子全部抽了出来，怕竹子扎到爱宝，然后重新将爱宝的9岁生日标志进行固定。一会儿福宝也出门了，福宝进门就发现了放在自己小木床上的鲜花和竹子。福宝闻着妈妈的鲜花，似乎意识到了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一会儿福宝趴在妈妈身上玩闹，像是在和妈妈说生日快乐。这时福宝又对妈妈的蛋糕感到了好奇，一屁股便坐了上来，然后趁妈妈不注意，一个熊扑给妈妈砸到了身下。福宝这个小调皮，就算是妈妈的生日也不打算让妈妈省心。福宝趁妈妈不注意又爬到了树上后，爱宝看福宝这姿势有点危险，怕福宝摔下来，立马伸手帮忙，结果福宝又给自己砸到身下了。爱宝此时带福宝真的累坏了，不知道这次等双胞胎长大后，爱宝会不会更累。今天江爷爷打算给即将准备出生的熊猫幼崽制作一个枕头，爷爷选用了非常细腻的布料，同时在自己家里晒了很多荞麦种子。江爷爷表示，荞麦是属凉性的，
所以比较适合大熊猫。爷爷将晒好的荞麦种子放进提前准备好的布袋里，爷爷做了4个荞麦枕头，2大2小，这样熊猫宝宝在孵化器里时就可以舒服的躺着了。爷爷将枕头包裹好，就迫不及待的去园区查看爱宝的情况。今晚是爷爷值班，送爷爷回家休息。爷爷介绍着自己准备的前期工作，可以看到，在爷爷的这个房间里，所有的设备都很齐全，基本上是应有尽有。而此时爱宝已进入了临产阶段，爱宝此时难受的趴在地上，爷爷则在旁边安慰开导着爱宝。这一夜，爱宝未眠，而爷爷也没有睡觉，就这样一直默默的守护在爱宝身边，给足爱宝安全感，像是在和爱宝一起承受这临产时带来的痛苦。爷爷在旁边小声的询问爱宝饿不饿，渴不渴。爷爷给爱宝拿来2根竹笋，爱宝看到竹笋后，将竹笋拿到了房间里，看来爱宝是有一点饿了。爷爷来到爱宝的身后，给爱宝轻轻的按摩，这样做可以起到让爱宝放松的作用。虽然爱宝看似平静，但身体上应该承受着无法用言语诉说的疼痛吧。时间来到7月7日早上4点52分，一声熊猫幼崽的啼哭从爱宝的腹下传出，寓意着爱宝成功并顺利的将一只熊猫幼崽产下。爱宝叼起熊猫幼崽，转了个身，依靠在栅栏前坐了下来，将幼崽抱在自己的怀中，不断舔舐着它。而爷爷则一直在爱宝的身边守护着爱宝，夸赞着爱宝是最棒的。时间过去1个小时零47分钟，又一只熊猫幼崽诞生，爱宝成功产下一对双胞胎，爱宝将双胞胎一起抱在怀里，为其进行着舔舐，而爷爷则在旁边为爱宝清理着卫生。一会儿，爱宝叼着熊猫幼崽向爷爷走来，像是在给爷爷看他刚出生的孩子。早上送爷爷到来，给了爷爷一个深深的拥抱，既是对爱宝的生产感到开心，也是对爷爷昨晚自己一个人值班表示辛苦。不知是不是乐宝感受到了爱宝的顺利生产，乐宝开心地站在了栅栏上，同时爷爷也给福宝带来了当姐姐的消息。看福宝嘴角上扬的样子，似乎很开心爷爷给自己带来的喜讯。而福宝一家也从此时开始，从一家3口变成了一家5口。今天福宝吃饭全靠爷爷喂，不然就没胃口。福宝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树上趴着，但睡不着。爷爷看福宝这个样子有点不放心，便来到园区查看。爷爷给福宝带来了自己挑拣好的竹叶和胡萝卜。爷爷在福宝的饮水盆里给竹叶过了一下水，这样吃起来会凉爽一些。爷爷来到福宝下方，福宝看到爷爷来了，回头看向爷爷。爷爷先是递给福宝刚才清洗的竹叶，但福宝看到竹叶依旧没有胃口。爷爷又给福宝递了胡萝卜，福宝咬在嘴里，但还没等吃，胡萝卜就掉了下去。爷爷看福宝这个状态有点蔫，爷爷心想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。爷爷从另一半的胡萝卜上掰下来一小块，又递给了福宝。福宝依旧和刚才一样，咬住胡萝卜后便转过头去吃。爷爷想顺便把福宝身下的竹子给抽出来，怕福宝这样睡不舒服，而且还有可能被竹子扎着。但爷爷尝试了好一会儿都没成功。而等爷爷转身去捡刚才掉在地上的胡萝卜时，福宝也起来了，而身下的竹子自己掉了下来。爷爷捡起胡萝卜来到饮水盆清洗，清洗完回来，爷爷发现福宝的状态好了很多。爷爷将大块胡萝卜递给了福宝，这次福宝接过胡萝卜后坐了起来，没有再趴着。爷爷看到福宝有胃口了，心里也放松了不少。一会儿，爷爷又给福宝挑拣了一些鲜嫩的竹子，给福宝放置在了小树上，这样福宝就不用下来了，直接在树上吃就可以了。福宝吃完手里的胡萝卜后，爷爷将自己采摘的鲜嫩竹子递给福宝，福宝简单闻了一下，便接过竹叶吃了起来。爷爷看到福宝也开始吃竹子了，心里很开心。福宝刚吃完手里的竹子，爷爷又给福宝送了一些上来。爷爷已经把福宝一家照顾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状态了。福宝还在树上吃着刚才的竹叶，爷爷已经去给福宝采摘清洗新的竹叶了。对于爷爷来说，不管自己多累，只要福宝一家能够健健康康的便值了。这是7月8号凌晨1点15分，也就是爱宝生完双胞胎后的第2天。爱宝此时正累得趴在地上喘着粗气，将爷爷端来水盆给爱宝喂水。爱宝趴在水盆上喝着水，给爱宝喂完水后，爷爷来到爱宝身后，给爱宝擦拭着身后的水渍。看爷爷擦的纸上发黄的样子，这应该是爱宝的尿液。爱宝喝完水后休息了一会儿，时间来到5点15分，爱宝将熊猫宝宝放在怀里，对熊猫幼崽进行着舔舐。此时的熊猫幼崽还不会自主排便，熊猫妈妈对熊猫幼崽进行舔舐，可以帮助其排便。而爷爷在外面看着爱宝这喘着粗气的样子，表示很是心疼。一会儿，爷爷再次过来给爱宝喂水，爱宝小心翼翼地喝了几口水，便继续休息。第2天凌晨4点40分，爷爷来查看爱宝的状态。爷爷看到爱宝屁股上的毛发因为尿渍干了比较硬，便为爱宝打理了一下毛发。爱宝这几天一直都是这个状态，
肉眼可见般，爱宝在承受着无法言语的疼痛。1个小时后，爷爷又来给爱宝喂水。爱宝喝过几口后，怀里的熊猫幼崽开始吵闹，不知是饿了还是什么原因。爱宝调整了一下姿势，熊猫宝宝这才停止了吵闹。爷爷看着眼前疲惫的宝贝女儿，满眼心疼。爷爷在旁边轻轻抚摸着爱宝，给足爱宝安全感。一会儿，爷爷拿来纸，帮爱宝擦拭着身旁的水渍。爱宝这时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休息，然后给2只熊猫宝宝喂奶。而爷爷的工作则是在其旁边无时无刻的进行着守护。而且由于爱宝的现在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爱宝吃饭都是由爷爷亲手对其投喂。爷爷会将投喂的食物裁剪成合适的大小，并清洗干净，然后再喂给爱宝。而且从喂食的动作上也可以看出，爱宝对爷爷丝毫没有防备心理。爱宝手里抱着熊猫幼崽，无法去拿食物，爷爷则一口一口的喂给爱宝吃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爱宝的状态开始有所好转，不再像第1天时不断的喘着粗气，而且渐渐有了胃口，吃东西也开始渐渐变多。爷爷一边给爱宝喂着食物，一边对爱宝说着鼓励和感谢的话，表示爱宝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相信爱宝在爷爷的照顾下一定会顺利恢复的。